各位朋友啊，这个马英九身上到底有多少烂事儿啊？是他烂泥扶不上墙，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像蔡正元啊、萧旭岑呐，都说要替马英九扛着呢？合着他们就害郑丽文一个人是吗？4月17号的时候，马英九基金会的创会董事、现任的顾问廖继斌参加节目的时候表示，马英九曾经对其表示萧旭岑见利忘义。按照廖继斌的说法，他最近与马英九会面了2次，非常了解马英九的身体。他说马英九这个基金会成立的过程啊，直接任命了萧旭岑担任这个执政长，因此呢，廖继斌认为萧旭岑没有资格指责戴霞玲未经董事会的任命。那么这个廖继斌是何许人也呢？他是228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台湾的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的常务理事，马英九基金会的创会董事。廖继斌的祖父呢，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本人呢也多次前往大陆参加活动。2026年2月27号，他发表新书的时候呢，郑丽文也现身支持，也就是说，他与国民党马英九关系都非常密切。廖继斌认为呢，有了马英九，才有了马英九基金会，所谓的董事会章程都是照抄稿件而已，人事权都掌控在马英九一个人的手中。他说我看萧旭岑讲的正义凛然，光凭这一点他就对不起马英九。他最清楚马英九基金会的人事权就是在董事长的手上，马英九个人可以决定马英九基金会的所有的事务。你看咱们当初分析说这个马英九为什么要跟萧旭岑翻脸啊，那就是抢了他的风头了呗，然后功高震主了吧，明白了吧各位？马英九逃不脱那种人性的窠臼，功高震主了。实际上马英九基金会人家马英九就觉得是自己的兜里的钱我说了才算，明白了吧各位？明白了吧？那么这个所谓的3人调查小组呢，并没有调查出任何的结果，但是马英九及他的这些金小刀之类的亲信迫不及待的要给萧旭岑扣帽子，是吧？那么如同廖继斌所言，既然马英九基金会的董事会全都由马英九聘请这3人小组也是他聘请的，他们的调查难道没有可信度吗？实际上马英九看似是针对萧旭岑，实际上将郑丽文当成了靶子。邱毅就从马英九的性格以公开的信息呢，分析了事情的可能真相，确实有一笔台商的捐款，但是马英九呢吩咐萧旭岑挪用了之后呢，自己因为老年痴呆忘了这个事儿因此呢，萧旭岑才多次表示马英九忘记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呢，马英九的家属打电话给他进行慰问，说他老糊涂了，你别在意，对吧？按照邱毅说呢，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背后必然有这个金小刀的推波助澜。2024年台湾选举领导人的时候，金富聪是负责操盘侯友宜的选务工作，与郑丽文、萧旭岑都爆发过冲突。以金小刀的性格，必然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报复，而赖清德则可以推波助澜，借助马英九的内部风波间接打击郑丽文。毕竟呢，郑丽文访问大陆的影响太大了这个赖清德呢要利用这个机会，马英九的身体状况根本不足以参加公开活动了这个自己是成了老而不死谓之贼了，对吧？但是呢，这里边呢，萧旭岑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了大实话。原来呢，近期很多曾经在马英九麾下共事的同事都给他打过电话，希望他能够保护马英九，做到忍辱负重，包括了前行政机构负责人级别的人物。因此呢，这个谢寒冰指出，萧旭岑一直在保护马英九，否则2024年就会曝光出马英九老年痴呆的消息。直到4月20号周一，马英九基金会也坐不住了，再度发表声明，要求调查3人小组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那么马英九基金会呢声明说，如果萧旭岑没有问题，可以还其清白。哎，你说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所以这里边大伙看出来了吧？这个萧旭岑也帮着马英九扛着事儿呢。我非常感谢马英九前昨天的声明，有说，如果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会公开还我清白。那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董事会调查小组已经立刻要启动了，我非常希望赶快到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的调查小组去说明。我相信，只要有这个调查，真相很快就会大白，因为白的不能说成黑的，我这一生贪这个字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也很遗憾，有些讯息不断的在变动，从所谓的财政纪律，那又变成什么金流，又变成涉贪，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一些影射跟指控。但是没关系，我们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就到调查小组，让相关的证据跟这个资料来说话。那如果说最终的结果还是对你相当不利的话，是不是会不排除走入这些法律上的程序？我已经公开讲过了，如果真的认为有问题，我愿意接受司法的检验；但如果没有，我希望马英九基金会要还我公道。那因为马英九基金会有说他们掌握了一些事证，那这部分是不是有认为说这些事证是片面的，或者是有经过操作的？我不能这样讲，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我相信，包含佑轩你们这些媒体朋友都看到很多的资料，这段时间资讯不断的在变动。而且想问说，你有说一个党内常有人在 A 钱收回后，而且人人尽知，那是否现在在党内的核心？这个部分我就不说了啊。我想，我们静待董事会司法抱歉，董事会这个调查小组的调查。我想问说，因为郑丽文主席他昨天有透露说他6月即将要访美，那这部分是不是有办法透露相关的一些进度？那是否会谈到相关于军购的问题？我想有关于郑丽文主席访问美国的事情，现在已经在规划当中。那我相信美国朋友也非常关心包含军购的各项议题。到时候我认为郑丽文主席到美国去之后，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交流跟沟通。那想问说，之前许淑贵有召开记者会嘛？就前面这个会台的政策是不是可以放行？那会怎么看？但是认为说有被施压吗？我非常的钦佩许淑伯理事长，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一个很有个性，也完全站在台湾产业跟台湾民众角度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我们的领袖。我很希望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对像这样的商总或者是这些团体的领袖施压，因为他们都是站在产业跟站在民众的角度为民请命。我认为政府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那朝野应该要合作，共同推动这些两岸的这些利多跟互惠。想问一下说，因为主播马的有在被周刊爆料说，有关于他有收回题目提纲以件论价这样子。那有在拿这些酬劳去贿赂一些军官，那想问一下说这部分为什么？有关于马德案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有公开相关的资讯。我们很希望有关单位能够这个勿枉勿纵，也要好好的查明清楚到底真相是什么，以及相关的这些问题也能够有所处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社会大众都很关注的。我还想再补充问一下，因为那个访美的行程，主席有说希望会讲到一些会是什么样的方向吗？我想美国朋友应该都很关心郑丽文主席这次访问大陆。我认为这个内容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触及。各位，这个马英九身上到底有多少烂事儿啊？蔡正元、萧旭岑都得替他扛着，合着就玩郑丽文一个人是吗？果然呢，百年大酱缸啊！点个订阅吧，咱们
下集再聊。